帅哥庆生啊！今年就更特别了。沈安娜小姐说，再华丽的舞台都比不上在生日这天陪在我身边。这次我想要当王希先生的专属白天鹅，是不是很期待啊？人是不是该来了？别着急，再等等吧。怎么等了这么久还没人呢？这就放音乐给我们听啊！这是不是节目的一部分啊？这还演不演了？人呢？糟糕，安娜没来的话，蜥蜴肯定会很失望。我不能让蜥蜴一个人孤零零的过生日。安娜，是安娜吗？我都不知道被他放了多少次鸽子了，我也都已经习惯了。我知道他来不了，所以呢，让你替他圆个场。不过他的生日礼物，我还挺感动的。毕竟我只说过一次，没想到他还记得。太好了，我礼物送对了。喂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这么卖力的演出，让我至少这个生日过得不孤独，也不会成为全场的笑话。所以你真的挺棒的，你让我想起了我身边的一个小透明。他呢，是在别人特别需要他的时候，总会做一些傻事。不过这些傻事还让人觉得挺温暖的。好了，既然呢你是安娜的分身，那我有一些话想跟安娜说，也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。我是想告诉安娜，其实我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，而且有了孩子。最开始呢，我是把它当成一个意外，但是现在我想实现那个小透明的愿望。
给他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一个完美的家。说出来心里舒服多了。不过你也不是安娜，你就随便听听吧。那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关心一下我的小透明了。今天呢，也是他的生日。干嘛？嗯？陈嘉欣？我一定会给你过一个最特别的生日。哎呀，走啦！哦，太好玩了，这才是过生日。
好幸福啊！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以后我们就带着小西米一起过来。嗯，今天感觉真奇妙。安森和我说，你没收我笔的时候，我以为今天注定要失望了。那支笔是你送的？嗯，我都不知道。不过那支笔是你找谁买的？一个叫古一天的收藏家。古一天？你也认识啊？我不仅认识那个家伙，他还特别难搞。不过，他没有刁难你吗？没有啊。陈嘉欣，你是真不会骗人啊！你撒谎的时候，眼睛就会往上翻。那个古一天呢，我也找他买过笔，他不卖给我就算了，还刁难我，摆出那么一副高高的姿态，而且还骂我。我就不信你那么轻轻松松就能找他买过来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告诉他，我要送给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，他就卖了。没别的？差不多吧。对于我来说，如果没有这些故事，我就像您口中那些只有该摘的收藏品一样，只能被世俗的眼光定义。顾老师，遇到我老公之前，我以为爱只是一种责任，所以我永远都活得战战兢兢，从来不敢奢求除了责任以外的东西。但是因为他，让我懂得，爱其实是种自由。原来的我，总是缩手缩脚，是一个被别人忽视的小透明。也是他，一直给我信心，给我加油，我才变成了现在的自己。原来，我从来都不敢敞开心扉，像现在这样和您聊天。受了委屈，也都是自己往肚子里咽。但是他懂我，他懂我的委屈和不易。好像，只要和他在一起，未来有什么困难我都不会害怕。所有的快乐，就连痛苦，我也可以欣然接受。我想，这就是爱情吧。是他教会我如何定义幸福，也让我看见了自己的价值。因为你，我才真正理解爱情，理解婚姻，理解幸福。即使有一天我会失去这一切，回到从前，我也不怕了。喂，姐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了？嘉欣啊，我来上海看你妈，结果发现她病倒了，你赶紧过来看看吧。啊？你说妈来上海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也是白天才知道的。嘉欣，这儿呢。姐，那到底怎么回事？要我说啊，姨就是累病的，大老远跑到上海来，又是找房子，又是找店铺的，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忙了，你说能不病吗？这边。
东西都没来得及打开，这哪像人住的地方啊？我妈呢？屋里呢？妈，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我吃了药，睡了一觉，已经好多了，我都可以下地了。哎，你还烧不佳琪，我不烧了。你怀着孕呢，你别被传染了。你点是，继续在那边坐着去。我想喝点水。妈，我去倒。妈，都怪我，我这白天还见了你，怎么就没有发现你不舒服呢？让你一个人在这病了一天，都是我不好。你心里藏了那么多的委屈，你都没有告诉妈。妈怎么会把我自己的担心告诉你呢？妈想的太简单了，以为你嫁了个好人家。妈，水来了。你放那儿吧。啊。妈有点饿了。哎呀，你跟紫珊姐去给妈买点吃的好吗？然后顺道再去买点生活用品，看妈还需要什么。好，那我马上去。那你先休息一下。我们去了啊。妈，那我水。把水放那儿。王希，你记得你第一次到我们家吗？你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笤帚，你跟我说你会好好待嫁心，结果呢？我到你们家，我发现你把你前女友的照片还挂在你们的新房里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妈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是我错了。你做错的何止这一切？她刚嫁到你们家，你就要跟她签离婚协议，你是把她当做一个生孩子的工具吗？你都知道了。王希，你不想跟他结婚，你就直说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做事怎么这么没有担当？她一个女孩子，她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你是打算把她生完就让她滚蛋吗？妈，对不起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。离婚协议说的事儿，我也打算再跟他商量的。商量？你商量什么？你商量怎么样把嘉欣赶出去是吗？我们3个人还要坐下来开个会吗？妈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呦，就在隔壁，快，先坐下吧。哎呀，妈头还是有点晕。快坐一会儿，好吧？姐，把粥拿出来给妈喝一点。妈，那我先出去看看。再拿一点小菜。好。我来吧。不用了。妈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紫珊陪着他呢。希叶。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先住在这儿？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妈。这是应该的，我陪着你。其实你不用这样的。其实，我挺羡慕你的。我挺羡慕你有一个这样的妈妈。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
我的父母就因为车祸先后离开了。妈妈，你别走，我害怕。以后遇到越是害怕的事情，就越是要装作不害怕的样子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出来，做得到吗？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妈就希望我勇敢一点，不要让别人看出来我在害怕。所以，你慢慢变得勇敢了。变得越来越会装了。在船上和你过夜之后，发现我们结婚是真的之后，发现你怀孕，发现和周展合作会毁了公司，发现你没晕倒，我都害怕过。但是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啊，这点我早就知道。我害怕父母离开我，但是他们还是离开我了。我害怕做不好事情被骂，可是这样也不会让我把事情做得更好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干嘛让别人看出来我的心情呢？既然没有人帮我分担，那我不如把自己藏起来。原来觉得做一个小透明就够惨的了，像你这样把自己包裹成铜墙铁壁也不好受。陈嘉欣，我说这些可不是为了让你同情我啊。我哪有资格同情你啊？以后你要是再害怕，就不要一个人忍着了，你可以跟我说。就像两个人看恐怖电影，两个人一起尖叫，总比一个人吓得半死好吧？在外面，你想装的坚强一些，就坚强一些；想装的酷一点、凶一点，都没关系。但至少回到家，你不用再强装了，可以跟我说，不用这么悲伤的回忆都带着微笑讲。希，我愿意陪你分担你的悲伤，至少我们算是家人吧。希，大晚上干嘛要说这种话？因为是你第一次跟我说你的心事，我感觉我们的距离好像拉近了，我们知道彼此的秘密。其实我挺害怕的。别怕，有我。我怕的就是你。我怕我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习惯了和你在一起。嘉欣，我想作为小西米的爸爸，和小西米，还有小西米的妈妈，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。我想要和小西米、小西米爸爸，从此
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你看了我的许愿牌，小西米妈妈，我们一起给小西米一个完整的家，好吗？可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，离婚协议确实是我做过最蠢的事。那个时候，我总想着保护好自己，想结婚还给你撇清，是我太自私了。所以这一次，我要修改我们的离婚协议。改成我小西米的爸爸王希义，从今天开始要照顾好小西米的妈妈陈嘉欣，真心真意地对待她，让她安心地生下小西米，安心地陪小西米一起长大。小透明也不再是小透明，它变得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亮。我们可以一起规划小西米的未来，一起过着像现在一样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在哪儿啊？这是，小芳，马上见到妈妈了啊！老婆，姐夫，哎，嘉欣，姐夫啊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来找你姐呀。你怎么来啦？老婆，你走了以后，甲方天天哭，我这也不会照顾，这不是租了个船来找你了，最主要就是想你。对了，嘉欣今天过生日嘛，啊对，蛋糕过来。啊，谢谢姐夫。再见。